俄罗斯真的越打越有钱了吗？俄乌冲突进入第4年，这场起源于地缘政治矛盾的军事对抗已演变为一场全面考验国家韧性的消耗战。最新公布的2025年乌克兰财政预算案描绘出严峻图景，全年财政收入预计仅为498亿美元，而财政支出高达872亿美元，其中直接军事开支达到创纪录的600亿美元。这意味着乌克兰需要将全部财政收入投入战争，还需填补374亿美元的财政缺口。这种财政结构反映出战争状态下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典型特征，国家预算的68.8%被直接用于军事目的，远超国际警戒线。2024年国际社会对乌援助总额达417亿美元，这一数字看似庞大，实则仅能维持基本战线。欧盟作为最大援助方，提供173亿美元预算支持，其中72亿美元用于支付300万公务人员和教师的工资，51亿美元用于能源基础设施维护，剩余部分则投入医疗系统运转。美国的83亿美元军事援助呈现出明显转型，从最初的单兵装备逐步升级为包括 MEA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爱国者防空系统等重型装备。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53亿美元贷款采用特别提款权计价，这种创新融资方式帮助乌克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8%以下。然而，援助体系正面临结构性挑战。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实时追踪数据，2024年承诺援助金额较2023年下降37%，实际到位资金存在3到5个月的延迟。更严峻的是，武器供应结构失衡问题突出，防空导弹库存仅能满足40%的需求，而155毫米炮弹的月消耗量持续超过全球产量的60%。在越打越富的表象下，俄罗斯经济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损伤。2024年国防开支达1498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总和。经费负担使人均财政支出达到1071美元，而同期月平均工资仅约650美元。这种倒挂现象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23%。为弥补累计182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俄财政部创新推出特别军事债券，但其中38%由国有银行强制认购，实际市场化程度有限。能源转型策略虽部分缓解压力，对印度原油出口增长12倍，对土耳其天然气供应增加3倍，但制裁的长期影响正在显现。高端数控机床进口下降68%，导致导弹产能受限；汽车工业停产，造成30万人失业；航空业因波音空客停止服务，导致85%客机停厂。更深远的影响来自劳动力市场，约90万适龄劳动人口流失，使得建筑业、制造业等关键领域出现25%的用工缺口。当前战局呈现典型的高消耗、低收益特征。俄军日均作战消耗1.72亿美元中，精确制导武器占比升至35%，反映出作战方式的转型。乌军则创新采用无人机优先战术，其1.65亿美元日均消耗中，无人机作战体系占比达40%，包括2000架次以上的每日出击频次。这种转变使得传统弹药消耗量出现下降，但电子战装备、通信中继设备等新型装备需求激增。战场效率经济学指标显示，双方每推进1平方公里需要消耗2.3万发炮弹，这个数字是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的5倍。更值得关注的是重建成本。世界银行评估报告指出，已损坏的15万栋住宅、2.3万公里道路和400座桥梁的重建费用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乌克兰战前2年半的 GDP 总量。西方援助疲劳现象呈现加剧趋势。美国2024年援助金额较2023年下降42%，众议院先后否决3项涉乌拨款议案。欧洲方面，德国、法国民众支持率下降至35%以下，波兰、斯洛伐克等多欧国家出现明显的乌克兰疲劳症。这种态势促使乌克兰转向创新融资渠道，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被冻结的17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根据比利时清算所数据，这些资产每年产生约30亿欧元利息。欧盟已通过立法程序，计划将2024到2027年产生的120亿欧元利息用于军事援助，但动用本金仍面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法律障碍。这场冲突正在重塑现代战争的经济学范式。当炮弹消耗速度超过全球产能，财政赤字成为战争常态时，胜负天平越来越倾向于经济韧性和国际联盟稳定性。乌克兰需要每月至少40亿美元才能维持现有战线，而俄罗斯正在消耗苏联时期积累的军事遗产。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看谁能先突破对方的经济承受临界点。这种较量已经超越战场范畴，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终极考验。观察这场冲突未来演变，需关注几个关键变量。
首先是中国因素，2024年中俄贸易额增长28%，但精密仪器出口仅占3.2%。这种贸易结构如何演变，将影响俄罗斯军工产能。最后是欧洲能源自主进程，如果欧盟能在2025年前将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降至5%以下，其对乌政策可能更具进攻性。这场冲突证明，现代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是经济韧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联盟体系的综合博弈。当乌克兰农民用智能手机操作无人机摧毁坦克时，当俄罗斯被迫用冰箱芯片修复导弹导航系统时，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最终结局或将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更好适应这种变革，并在消耗战中找到可持续的生存之道。